福尔摩斯只是闻了下桌子上的酒杯，就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。被害人叫德兰西，是一名金融公司的总裁，年过50的他还有特殊癖好，喜欢被人抽打。老麦怀疑是兴奋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，但摩斯不这么认为。他伸手摸了一下男人的衣服，发现并没有爽身粉。以泰迪斯这样的体格，不可能独自穿上这么紧的橡胶服。其次，嘴唇周围的蓝线说明血细胞停止供氧了，很可能是硝酸甘油中毒症状。摩斯俯身闻了下酒杯，怀疑里面放了大量的硝酸甘油。为了向两人证明，他将酒倒在桌子上，用火柴点燃桌子上的酒，一股硝酸甘油的气味扑鼻而来。Nitroglycerin, definitely. That man was poisoned. 回到家里，摩斯和华生讨论着案件经过。摩斯认为德兰西身上穿的橡胶服是凶手带来的，目的是为了掩盖杀人动机。他们决定先从橡胶服这条线索开始调查。老板得知来意后，以保护客户隐私为理由拒绝透露客户信息。见此情况，华生表示，凶手为了找到合适尺码，肯定摸过所有橡胶服，只要带回去采集指纹对比就行。说完，摩斯戴好手套准备拿衣服，贝尔也是戴上警徽配合着。面对这种强硬的执法，老板服软了，表示昨晚有个客户买走了一件小号橡胶服，他通过旁边取款机取钱，可能有取款录像。原来取款的是和德兰西同一个公司的同事。老麦怀疑这是一次职场凶杀案，只要德兰西不在，最终受益者是杰夫。杰夫承认橡胶服是自己买的，但是取代他坐上总裁位置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没必要去刺杀他。之所以给他穿上橡胶服，是合同中写明品德不行无法领取退休金，自己是变相的为公司省钱。听到杰夫解释，两人都无语了。紧接着，摩斯展开对德兰西家人调查。佩利解释，事发当晚自己和2个孩子在其他地方过夜，但是当摩斯和保姆安妮握手后，摩斯面色凝重，拉着华生离开了房间。安妮和10几年前毒死父亲的案件中那个女孩很相似，在审查过程中，安妮大方承认了几10年前的身份。老麦认为现在这个和10几年前的作案手法一致，怀疑现在就是安妮干的。安妮表示很无辜，对于德兰西并没有刺杀他。摩斯在旁边默默看着这一切，他告诉众人，从安妮表情上看没有说谎，人确实不是他杀的，凶手想要嫁祸给安妮，他一定知道安妮曾经的事情，在模仿作案。回到家里，华生很好奇摩斯怎么认出安妮。摩斯说到，在很早以前两人就认识了，当时沉迷于那个案件，于是每天通过写信和安妮沟通，久而久之，两人产生了羁绊，成为了朋友。摩斯想要拯救这位朋友，第2天他来到安妮那里，想让安妮回忆下最近有没有特殊的人出现。安妮想到上个月被一辆黑色汽车跟踪过，好在提前记下了对方车牌。摩斯将车牌信息发给了贝尔，贝尔查到车牌主人是一个私家侦探，雇佣他的人是德兰西的妻子，目的是调查德兰西有没有婚内出轨，如果出轨离婚会得到一大笔补偿金。佩利承认确实在医生那里购买了硝酸甘油，计划刺杀丈夫，最终计划没有实施。这么有心计的女人不多见。摩斯在一份遗产分配中发现，最大受益者是德兰西2个孩子，格兰姆有很大的作案嫌疑。Millions of dollars they will be able to access as soon as they're 18. That's only 1 year away for Graham. Also, the young man no longer has an alibi. 第2天，摩斯找到格兰姆询问关于遗嘱的事，但格兰姆把所有事情推到安妮身上。All I know is they got in a big argument just last week, and I can prove it. 还拿出了安妮和德兰西吵架的视频。从视频中看出，两人吵架原因是怀疑安妮偷了平板电脑。安妮确定没有偷平板电脑。为了弄清事情真相，华生悄悄打开德兰西书房抽屉，但是里面没有平板电脑。这么重要的电脑怎么会消失不见？此时华生注意到房间空间不大，却有5个通风口，显然有点不符合常理。他在墙壁上敲敲打打，发现有一面墙发出空洞声音。贝尔打开通风口，在里面发现了平板电脑。电脑里是德兰西虐待格兰姆的视频。华生带着平脑电脑，希望格兰姆能够认罪。面对这些证据，格兰姆一言不发，像是预料到了结局。此时，安妮来到警局，从佩利那里了解到事情真相。安妮主动扛下了所有罪责，不仅为了拯救格兰姆，也为了10几年前的事情自我拯救。Ted has got what's coming to him. Now so am I.